在珠海航展上，中国展出了一款 MD-22宽域飞行器，指引了我心目中的中国未来战略轰炸机该有的样子。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卢荣成，欢迎来到本期中声 Talk。中国的战略轰炸机一直被国内外广泛关注，它外形是什么样的，可是众说纷纭。美国媒体最喜欢说中国的战略轰炸机会抄袭美国几十年前的老古董 B-2，可见美国媒体的想象力真的不如好莱坞的导演。我们开放的设想一下，中国战略轰炸机性能或许会很科幻，很超乎想象。今天我们就来讲讲中国未来战略轰炸机会是什么样子。我们或许可以通过珠海航展中出现的 MD-22宽域飞行器来推测中国未来战略轰炸机的性能。MD-22是一款无人试验平台，长约 10.2 米，宽 4.5 米，起飞重量约4000千克，航程8000公里。它主要用于天地往返空天飞机的系列技术验证和临近空间原位科学实验。值得关注的是， MD-22有一个意味深远的代号鸣笛。鸣笛在古代用于指引弓箭齐射方向和目标， MD-22是指引中国未来航空器发展的重要试验平台。根据军工发展的惯例推测，不排除中国未来轰炸机也会在它上面验证相关的技术。MD-22宽域飞行器的性能指标堪称科幻。首先，它的飞行高度可能达到20到100公里，而普通飞机最高飞行高度只有15到20公里，而世界大部分防空导弹射高在30公里左右，只有拥有中段反导拦截能力的导弹射高才超过50公里，这代表着 MD-22可以免受大部分防空导弹的拦截。其次， MD-22可以适配不同的发动机，使其飞行速度最高可达到7倍音速，此时就属于高超声速飞行器了，比当今防空导弹最快的5倍音速还要快。最科幻的是它以区4吨的起飞重量，航程却能达到8000公里，这比起俄罗斯的124吨起飞重量的逆火轰炸机还要远。可见 MD-22的动力系统燃料效率非常高，省油，它的机身自重轻，燃料重量比很高，系统性能极其优异。或许 MD-22对中国未来战略轰炸机的发展有重大启示。我们设想，中国需要的战略轰炸机性能要求应该非常严格，必须能从大陆起飞，直接飞越太平洋，然后安全返航，中途只有1-2次空中加油的机会。粗略推算，航程最低要2万公里。这样严苛的要求，常规动力和常规空气动力学布局的飞机将难以达到。哪怕是美国的 B-2 隐身轰炸机，它的航程也只有 1.2万公里，离2万公里的要求差远了。只有像 MD-22这类宽域飞行器才有机会达到中国战略轰炸机的要求。试想，中国未来的战略轰炸机能在数万米以上的高空以超高声速飞行，2个小时左右就能跨越1万多公里的太平洋。现在的美国 B-2 轰炸机还算个什么呢？当然，从 MD-22发展到实用的战略轰炸机还有很长的距离要走。所幸中国有东风41扛起战略轰炸机的重任，中国对战略轰炸机的需求还没有达到迫在眉睫那么急切。由于研发周期长，中国战略轰炸机也许用不到轰20这个被广大军迷期待已久的名字了，或者轰20也是一款与轰6定位相似的中型隐身轰炸机，具有足够优秀的性能反制美国航母和第1、第2岛链上的美军基地。或者轰20也将只是个过渡型号，性能虽然不足以跨越太平洋抵达美国，但只要能让美军在亚洲夹着尾巴做人就足以了。可以说 MD-22宽域飞行器的研制，中国已经是走在了世界最前沿，这是中国航空航天技术一次重要阶段性成果，将为中国未来第6代战机、可重复利用空天飞机和战略轰炸机等众多项目做出重大贡献。也许这就是我们最期待的未来战略轰炸机该有的样子。好，各位网友，今天的话题我们就聊到这儿，欢迎大家留言讨论，我们下期再见。